澳门首家保利博物馆上线了，这边的优质展品可不少，比如著名的圆明园12铜兽首就有4个被陈列在了这边。除了这个核心看点之外，其他文物的质量也是相当过硬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各位出一份澳门保利博物馆的视频攻略，从预约到入馆再到文物看点，我们今天一口气都给它说清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背后这个地方是澳门的保利美高梅博物馆啊，最近新开的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在2024年11月去的这边，当时预约可麻烦了，因为澳门保利在美高梅里边，得去美高梅的官网预约，但是这个官网我就找了半天，现在就省事多了，去澳门本地宝公众号直接就有预约入口，然后按顺序操作就行了。另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这边还增加了线上预约礼品，其中就包括黑神话悟空的音乐 CD， 我去的时候还没这个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说完预约再说参观地点，我一开始找错地方了，去的是美食美高梅，实际上博物馆并不在这边，而是在老澳门美高梅。没得说，赶紧坐上发财车，去到老澳门美高梅之后，才算是找到了博物馆的入口。在入馆之前，记得办最后一项手续，也就是先存包。进馆之后，记得第一时间去展馆正中间看这边的铜制兽首，这些东西当初都是圆明园海晏堂前的大水法铜像，一套是12个，对应的是12生肖之首。在澳门这边展出的4个，分别是狮首、牛首、虎首、猪首。其中的猪首是赌王何鸿燊花了大价钱购回，并捐献给保利艺术集团的。其余的3个则是由保利集团辗转购回，并最终陈列到了这里。在积贫积弱的年岁里，这些文物都被掠夺到了海外。如今在收回它们的时候，每一次都要花上很多钱，这分明是对我们的2次掠夺。也希望将来能有更多收回文物的手段，不拘泥于砸钱这一项吧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再从头开始看其他的文物。我们之前说过，这个博物馆中的海洋主题文物占了极大的比重，这在博物馆的入口就能看出端倪来。看这件民国年间的泥塑妈祖坐像，它是来自泉州的妈祖像，细节做的还挺到位的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初的颜色也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再看这件18世纪早期英国制航海指南针，它是从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借调过来的，原产地是英国利物浦，一般用于欧洲的商船之上。它附近的几样同款物品则是清代的罗盘类文物，看上面还写着中国字呢。再往后是一揽子的船只模型，我们一个个看。先看到的是葡萄牙16世纪的大商船模型，然后是大福船模型，福船一般指的是福建船。再往后是广船，这当然是老广造的船了。再往后是葡萄牙地理大发现时的船，这个造型就更古早一些了。下面我们进入海丝沉船篇章，附近也对很多沉船做了介绍。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沉船里打捞上来的文物，比如海南岛的附近就有很多的沉船，在近些年里，官方也在大力打捞，从而让那些深埋海底的以瓷器为主的大量文物浮出水面，并走进大众的视野。眼前这些瓷器就是了，看这件元青花凤穿花卉纹玉壶春瓶，能看到有一只被花卉纹包裹的凤，这个叫做凤穿花。但它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下边的白色流状物，这是在海水里待了太久所生成的附着物，这是沉船文物的独特看点。再看附近的南宋瓷壶，这个附着物就更夸张了，哪怕不用展牌介绍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这是从海底沉船里捞出来的瓷器。然后是一组从沉船中发掘的宋代瓷器，其中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，因为这件瓷器的底部阴刻了一个吉字，后面有大批的瓷器都来源于南海1号沉船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南海1号沉船自己有个博物馆，而且就在不远处的广州，它的正经名字叫做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。我一直想去，但一直腾不出来时间过去，将来抽空一定得再去一趟。如果你单独看这一家，得到的信息就相对集中，现在你看到的是混编的，所以再怎么细看也只能是个走马观花的预览。最后这边还展示了很多港口的遗址，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，反正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卡利卡特。当初玩大航海 online 的时候，反正我是没少上这边拉胡椒卖钱。后面有一幅云锦丝路华章卷轴，这是一幅现代的作品，来自南京云锦博物馆。
它分了2条线，一条线是陆上丝绸之路，从西安到中亚、西亚以及欧洲；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，从泉州出发到东非、中亚等地。我们能在这幅图里看到很多地标建筑，比如我们的万里长城，比如久负盛名的大雁塔，还有泉州的开元寺双塔，以及古罗马的斗兽场，还有圣巴希尔大教堂以及狮身人面像，这都是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站点。然后是丝绸之路的贸易品，其中的瓷器又是一个大宗。其实丝绸也是大宗，但丝绸哪有瓷器好保存，所以瓷器这个第一大宗的位置就没有谁能撼动了。看这件清康熙青花矾红描金花卉纹扇形盘，这是一个折扇形的瓷盘，底部是平的，盘面上描绘的则是牡丹纹，这个做出来一股子日本味儿，一般被认为是参考了日本折扇的造型。它附近还有个日本江户时代的将军罐，这上面的花纹也是折扇的形状。看来当时的折扇真的是引领潮流的产物了。后一件清康熙荷兰徽章纹盘，大概率是欧洲某个家族定制的，按说应该经13行出口，但中途因故跑到这边了，这就是瓷器外销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了。附近的清雍正广彩描金人物纹盘，我一开始也认成是徽章纹盘了，后来仔细一看发现不是，这中间是个道教人物，只是轮廓做的有点抽象而已。后一件是清广彩开光波斯纹人物花卉纹盘，波斯纹被写在碗的外侧了，内部则穿插装饰了花鸟纹和人物纹，所用的材料更是多种多样，总体的造型则是又繁缛又贵气。再往后终于到了香料篇，这也是海上贸易中的一个重头戏，旁边摆的就是清代的银赞文章菊花纹茶具，我没想到茶也被归入香料篇了，这不应该算饮料吗？然后是一组装香料的小型文物，重点看右边，这个香盒别看它个头最小，但它可是一件唐代的文物，而且还用了鎏金工艺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而附近有个镂空香球，一看到它就想起黑神话里魔将杰波的脑袋来，虽然不完全一样，但属于是同款文物。下面是一组清代的龙船图通草画，这种画用的纸叫做通草纸，这玩意儿是用通草做成的，在这种纸上作画之后，就会有一种五彩斑斓的效果，甚至有一种刺绣的感觉，这便是它受欢迎的重要原因。而且在中国的博物馆里，通草画展品并不多见的，所以一旦抓住机会，就一定好好看一看。再看这件清代的银赞花鸟人物图名片盒，上面的纹饰以中式的花鸟纹为主，但中间有一个西洋的徽章状物体，里边还能装名片，属于是又土又洋又古又金了。附近还有一件宋代金戒指，这也是海上丝绸贸易之路中的一环吗？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它仍然是金灿灿的，甚至宝石底座还在，没有太过走形。最后还有好几个唐代缠枝纹银杯，这些杯子外面的花纹是偏异域风的卷草纹，造型很像是西方的三叶草，毕竟是唐代，那是个包罗万象的时代，自然便会有东西融合的花纹。到最后是货币环节，毕竟丝绸之路是搞贸易，有金钱交易才是贸易。这边有黄金的货币，对应的是大额支付，还有一些铜钱，对应的是小额支付，然后就是白银了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白银都是中国的主流货币，不如它值钱的铜以及比它值钱的金都变成了它的配角。在世界上，其实不止中国将白银作为货币，此外还有很多西班牙银币也流入了中国，这是一种不约而同的以贵金属锚定货币价值的行为。最后一件展品是一个巨大的漂流瓶，瓶子里边有500封左右的手写信件，这些信件据说要寄到100年后，让那个时候的人们拆开看。不过我们怕是等不来回信了。但100年之后，这些普通的信件也都会变成文物，这就是时间所带来的沉淀了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澳门美高梅内部的保利博物馆。这次的行程多少有点仓促，不然还能看得再细致一些。但看完这一圈之后，我们也大致能看清楚澳门保利的藏品水平了。当然这边的顶流藏品是保利自家收藏的圆明园兽首，而其余海洋主题的文物则大都是从其他博物馆调拨过来的，而且质量是相当高了。宋元的瓷器一抓一大把，唐代的金银器摆了好几件，就这个水平绝对可以和1级博物馆掰一掰手腕了。如果你去了澳门，尤其是住在澳门半岛时，真的可以顺便来逛逛，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